拉到60，刹车制动距离，不长。前减震居然没有压到底，我刹车是捏死了，我前后一起捏死了，我的前减震居然没有压到底。马祖奇的减震还是不错的，再试一下，60。哦，这一下我是只用了前刹，我的后轮都快飞起来了。我只用前刹，我明显能够感觉到我前轮偏了一下，不知道从视频中能看到我车把刚刚摆了一下。它的前刹 ABS 是会让你，它会记录比较晚，会让你先抱死，然后再给你放开，并且你抱死时间会偏长那么一丢丢哈。我明显能够感觉到，相比于上次试的那个450MT， 它的 ABS 介入再到释放的时间会比450MT ABS 更长一点点，长了。我很难形容长度，但是长一点点。因为450MT 是我所谓听到一下声音，然后呢，我的手能够感觉到我前轮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控，但是肖600我的失控时间会更长，我的前轮甚至都已经横过来了一下，然后它才介入释放，让我再找到回抓地力。我们来试一下后刹车是什么样子的，前后试过了，单前试过了，我们再来试一下后刹车制动效果如何。55，哒，后轮的 ABS 疯狂介入，不会让我停车的。所以说刹车不能只用后刹，要前后一起用。再给你们演示一下，来拉到60，听到了吗？听到刹车在叫了吗？后刹在疯狂的 ABS 介入，然后轮胎在打滑，失控恢复抓地力，在过程中反复的拉扯。这次我带了360的 Ace Pro， 然后呢，我把它放在车尾，这样子理论上大家就能看到这台车尾失控的一个状态了。这辆车 ABS 介入算是晚的了我很确定算是比较晚，它介入时间比较晚，并且会预留比较长的时间让你的轮子去抱死。那我是没有把 TC 跟 ABS 关闭的，就是让它全开状态。它的 ABS 介入算比较晚，后轮有明显的一个比较长时间，不到1秒，大概0.5秒的一个拉烟的一个声音，对吧？能听得到吧？应该视频里也能看得到，我有放后面画面。然后呢，它会让你一定的失控，然后再给你恢复抓地力，然后再给你一定失控时间让你恢复抓地力。这个过程中对于老手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但如果说你是新手，就算你是新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失控，慢慢，你多尝试几次，并且在一个可控范围去尝试的话，你会慢慢去接受，并且会喜欢上这种失控的感觉。这是我的感受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 ABS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 ABS。OK， 我们去地库来试一下这辆车灯光如何吧。因为这辆车是原厂自带车灯的你没发现进了暗的地方，它的仪表自动变，它的 UI 就自动变了，变成一个暗色 UI 了。有一说一这个斑斑点点的有点非主流。反正呢，钱江的车子的 UI 我始终是没有喜欢过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喜欢就是喜欢。这里比较暗了，我们把灯打开，这是大灯，这是射灯射灯打开之后，整个高度会高很多，整个前面都铺亮了，看到了吗？我把射灯关掉，大灯关掉，开起来，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有射灯，这什么车 ？Nikon 吗？所以说有射灯还是比没有射灯来的好很多的。至少它原厂配的射灯，我出去不会被1087。然后呢，我可以把它换掉，换到我喜欢的，对吧？原厂有，我就可以改成不一样的。但如果原厂没有，我就要被1087白天没办法了，我只能这样给你们试个灯光效果了，还不错吧？这个灯光我觉得还可以。Hey, we got fuel this time. Go for a ride. We got fuel this time. Go for a ride. Go for a ride. You're gonna love it. Go. Pop on. Come on. Don't be shy. Come on. I still got the key. I got the fuel. Go. I wanna hear your comment. 要知道这个老爷子特别不喜欢中国车子，我今天一定要让他试一下 Made in China motorcycle. What does it feels like? 对吧？You know you've been hate Chinese motorcycle, and I want you to try this bike. You're gonna feel differences. There you go.
Go！ 跑得真快啊，让他玩去吧。There was no fuel last time, and so it was bugging out the engine. But the pulls nice. Yeah. How about this time? Much better, and don't forget the engine is new; it's not breaking in yet. So you put about 20,000 Ks on it, she will feel much better. Feel much better. Like we have a rumor like 2,000, 5,000, you're gonna change your bike because the bike is worn out. Who say that? Well, usually I keep bikes for many years, antiques. The older the better, the tastier. Yeah. So, it's a nice bike. Yeah. Little ride. What do you feel? Yes. Yeah, it feels good. Nice. Shift's good, though. Transmission is okay. Yeah, I got same feeling. The shifter and the clutch. I really like the clutch. It reminds me the Suzuki the way it shifts. It's not bad. OK， 那么进入到总结部分，肖600这台车，我整体骑下来，我对它还是非常喜欢、非常满意的。整辆车体量非常大，座高820，油箱是20升，车重是198公斤，整体骑起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以及目前中排量的 ADV 是越做越大了，包括像绅士703，包括450 MT， 包括这台肖600，以及未来可能会去尝试的那台 RX600， 它们体量都越来越大了。但是以我180的身高来说，这些车对我来说刚刚好。那如果说你的身高是在175或者175以下，那么这台车你骑起来可能会有点吃力，因为它的脚踏在坐垫的正下方，你的腿下来无论如何你都会干预到，除非你把屁股往后挪，但往后挪的话你会被这儿干预到。所以如果你腿不够长的话，那么单脚垫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我觉得有点吃力或者危险吧。这是整个坐姿部分，然后呢，整个车骑起来之后，你的上半身是非常直立的，体感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地方刚刚好顶在你屁股的尾椎骨的部分，它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但支撑效果不是很明显。然后我的座椅加热是开着的，所以我整个坐垫是非常热的。我的座椅加热为什么是开的？谁给我开的？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座椅加热是开的，还蛮舒服的。今天27度，我的屁股热热的，我的内裤子都湿了。然后呢，整台车从动力方面，它的低扭是完全够用，甚至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低扭。然后离合器在每个档位的衔接也非常丝滑，非常顺畅。我刚刚尝试无离合，无论是升档还是降档，它甚至没有说像一些车子，我在1、2档如果我用无离合会有一点顿挫，它甚至是没有顿挫的。包括我连降3档、连降2档，然后去做一个切离合，它也没有很明显的顿挫感。它的离合，它的滑动离合滑离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然后呢，减震部分，前减震偏软，后减震偏硬，这个是在骑行过程中。但当你真正坐上这辆车之后，你去压这辆车，你又会感觉它的后减震反而偏软，前减震偏硬一点点。那我的结论是，它的前减震的这个压缩阻尼偏大，但是后减震它的回弹阻尼就是我做的会偏大，它两个相反的，所以后减震的弹跳感会更强，前减震下去上来会慢一点。这是这辆车的整体感受。然后刹车部分，刹车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我刚刚也尝试了单独用前刹跟后刹去制动，它的 ABS 介入会偏晚一些，它会让你更有这种在失控边缘这种临界徘徊的感觉。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它能够让我去建立更多的去掌控这辆车的信心。但对于新手而言，我建议你们不要这么玩。但是这辆车还是很有驾驶乐趣的，以及我个人觉得未来如果说我要去跑摩旅的话，绅士703。450 MT 肖600，包括那个 RX600， 目前还没试过 RX600， 但是如果说让我在这台车去选的话，排除 RX600， 我应该会选这辆车。第一个是我喜欢这辆车的外观，这个油箱造型我很喜欢，然后车子体量也不是非常大，当然它的价格够便宜，29,999，你可以买到一个这个公路旅行版。未来再加一点预算，可能会给你一个3厢版、越野版，配的是辐条轮。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射灯部分了，射灯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原厂配有射灯，实际体验下来，它原厂射灯不会特别的亮，这个瓦数不知道多少，不是特别亮，但是
因为有了射灯，我们可以换，比如说我可以换罗波的，换未来之眼的，换 GR 的，或者换国产东日新啊，换凯威格等等等等射灯，换各种各样我喜欢的射灯，铺路的、切线的，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激光大灯都可以。这样我就不必要087了。那总而言之，这就是这台骁600我的一个整体试驾的体验和感受跟你分享。那如果说你们对骁600这台车比较感兴趣，但刚好又没有试驾车的话，希望我这一条试驾感受的视频对你们有一定的帮助，希望能够对你们未来选车、买车、购车有一定的帮助吧。那未来有什么你们想看的更多想看的试驾车内容，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那我是 W， 这一期就是这样，拜拜。